超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不屑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炫。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那最终呢，我们还是决定由胡明浩和 Kimberly 呢代表我们这一次的8位实习生出战香港的模拟法庭。名副其实。太帅了，我看不得这个画面。太帅，我也觉得这太帅了，好酷啊！ I'm making the closing submission on behalf of the plaintiff. We submit that the defendant was enriched. It is my respectful submission that the plaintiff's respective claims Restitution should be granted on the basis of unjust The return. mere fact that the defendant has spent the money in whole or in part. The plaintiff is making a transferred the actual fund. Unfortunate that the scam. 因为至少有一点打下来，但他们没有特别低的主角比。And now this is unanimous. The winning team should go. 关键时刻要到了。During the adjournment, the three of us discussed and deliberated on the performance of each team. I must say that this is a very difficult decision for us to make. And this is unanimous, that the winning team should be. 关键时刻要到了。Should be the plaintiff's team. Yes. 好，亮灯，亮灯。 KPI 哎，全队 KPI，全队 KPI。原告我觉得他们整体陈词的时候呢，我觉得那个男生还是在气势上没有输啊，然后在这个陈词的表现的方式啊，包括回应的节奏或者怎么样，都还是可以的。还可以，我也同意，因为他知道他的问题的这个要点的痛点在哪里。对，我刚刚就是看到这个原告人那边的合作的方式。首先，这个朱同学他被问到一些比较尖锐的问题，他旁边的同学胡同学呢就拼命的写笔记然后交给这个朱同学去看，然后朱同学看了之后就是做出了一些回应。对。首先，我觉得恭喜一下各位同学们，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模拟法庭的这个过程都是非常的出色，两边都做得非常的出色。那么有时候呢，你们会发现我们在问问题的时候呢，会问一些比较刁钻的问题，比较困难的问题啊。我们之所以问这样的问题，不是为了刁难你，而是因为我们在你们身上呢看到了这样的一些潜力，是希望你在压力下能够进行一个成长。其实做任何的一个案件准备的时候，可以准备得更充分一点。这只是一个模拟法庭，稍微差一点，准备的不充分一点没问题。但是你之后去工作了，去做律师了，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希望你都能把这些经验之后运用到工作当中去。This is something that I would like to share with you, that whether you are in the mainland or Hong Kong, we owe similar duties. You must be loyal and fair to your profession as a lawyer. 好，谢谢。那么今天我们就上庭。好。也是再次感谢黄律师、侯律师以及王律师的寄语了。也是感谢我们香港办公室的2位小伙伴。好，我们先送几位。好，谢谢。
辛苦了，辛苦你们了，辛苦了，真的辛苦了，大家都辛苦了。啊，终于完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啦 ，Good job。我在下面为你捏把汗，但是我们结果很好。啊，但是我觉得没有做得很好。哎，已经很好了，已经这么好了。不是一场那种水银泻地的酣畅淋漓的胜利，但赢的还是实至名归。表现得很好了，但是我们后来，但是我们结果很好。我觉得能够坚持下来，就真的很厉害。对，而且做 reply 的时候，其实就是更好了。对，法官。对。但是我觉得表现没有很好。已经很好了 ，Kim。我也是哑口无言了，我都觉得。所以你就是还能回应他，真的已经很好了，我感觉。前期问了好多那种问题，你心理素质也好强大。你回来了。不敢看了。唉，同学们。啊！一声叹息。为什么要叹息嘞？怎么他们很严肃啊？对啊，不是都赢了吗？他们4个上去了吗？我们就站这边。行，站着吧。我觉得是起一个范儿，然后鼓励、恭喜他们。对。那这个现在我们就来公布课题的 KPI。嚯！有没有人想猜一下这个我们最后商议的 KPI 是多少？多少分呢？100。我觉得是20的30。我也觉得30。或者大家觉得自己值多少 KPI？ 我甚至觉得会不会是一个30的40啊？说嘛，大胆一点。你可以说，给不给是另外一回事。30。我觉得应该是30和50。哇！你要给少了就是你小气。但是这个 KPI 是我们4位代教律师合议的。锅不能一人背。很严谨。那个，我最后来宣布了，这个 KPI 是多少？我们每一位的实习生呢，都获得20个 KPI。然后呢，胡明浩以及 Kimberly 的话呢，还会再有额外的，也就是每人呢总共30 KPI。好吧，也是恭喜我们每一位实习生，再次给大家一点掌声。果不其然，真的不容易，不容易，完美命中啊！我刚猜对了，20、30。我也是猜的这个。机长，看嘛，跟小明哥，我们俩猜的都是30和20，就是一个稳。Kimberly， 你觉得你刚刚在场上的表现怎么样？我觉得还有很多可以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们考虑的就是纯纯的法律观点，但是现实里边可能不容许我们把这些法律观点全部都运用出来，尤其是诉讼律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经验里边，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好爱当一个诉讼律师。那我觉得也是这个今天 Kimberly 的一个大的收获了。因为我们今天作为模拟法庭，它很多时候其实有一些提问，它是故意想要给一些施压，看一下我们几位在模拟法庭上的表现怎样。那所以说，可能之后我们在法庭上面是比较更加的这个有自信一些，包括在法官的这个攻击的时候，也要迎头痛击，或者说直面这些法官的这样子的一个挑战了。总体还是值得表扬，大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通过 teamwork。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觉得是不容易的，为大家鼓掌，好吧，加油，不容易的。辛苦2位功臣。爆了个洞。
真的吗？嗯，这爆了个洞啊！我也爆了个，就是我在那场上待了1个小时，这儿长了个，这儿起了个粉刺，不止1个小时。压力豆。哦妈呀，好明显，对吧？就今天爆的，早上还没有。没事，你们都只是爆个痘，我都断了韧带了。我就拿这个来鼓励大家。你们今晚是一个好觉。众望所归，30、20也还是我们心中猜测到的一个很厚重的一个包了哈，一个打包的分数是。但是最后那4个字还是更打动我，就 Kim 说经历了这些，来过、走过、战过、胜过，好爱好爱，对吧？这是一个最坚定的力量。他做这一行，就是任何一个行业当中，如果有个人有这样的感受，我觉得他都是幸运。这时候可能跟他的成就啊，或者外界的评价都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好爱好爱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回馈。你们有没有在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对自己所处的行业或者所在从事的职业有这种感受？好爱好爱就要做一辈子。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是也会有这种时刻。比较简单，就是学生时代参加过这个法律援助。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跟工作很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我现在在工作，然后老板是给发工资的嘛。很多时候，你的工作确实帮助到一些人，但是你会有一种感觉是，你的回报其实是那个金钱。是。但是呢，在法律援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学生，我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但是你当着看到一个人，就是坐在你面前，我们那个时候在一个法院的值班室里面，很多人来立案，他都不知道那个起诉状怎么写，他都不知道要告谁，他就只能求助我们这些学生，因为我们是免费的这种公益的服务。但是我们会发现，好像没办法帮到他很多忙，但是竭尽可能的去帮，他们就会很感谢我们。然后呢，有一个案件是法律关系比较简单，当事人委托我们去代理，作为学生我也出庭了。就那个案子结束完之后，拿到那个判决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哦，当律师真的很棒，超级好。对啊，切实的帮到他人。对，你一说切实帮到他，我又想起来一个瞬间，那个确实是一个很坚定的自己职业选择的一个时刻。当然，我其实之前的节目上有提到过那个时刻，是我之前录一个少年说的节目，就是高台喊话。哦，知道，我聊到过这个哈，上来一个女孩。然后他跟他父亲喊话，高2，他是说爸爸，我原来一直坚定地认为，你不要再找对象了，因为你跟我妈妈离开之后，我不接受你任何其他的感情。但是今天我想跟你说，就是如果有新的阿姨，我们可以一起吃饭。好戳呀！底下那个爸爸，就一个7尺男儿，硬朗汉子，就一下就哭了，眼泪就涌出来，然后说你为什么会突然有这样的改变？然后他当时，因为我当时还有我们另外一位女主持梁田，我们一起坐在台上，是她离我们大概就5米远的距离。她突然回头，她说：“因为之前有看到，就是我们在另外一档节目当中有说过一段，就是如果父母要再婚，孩子应该用个什么样的态度。”然后我当时在里面有说到过一段，就是父母的不容易，就那个视角跟孩子理解的那个视角，家庭还有婚姻有多大的差别，大概有聊到那一段。那个女孩听了那一段的发言，她突然意识到她对她父亲的态度多么自私哦，然后她站上台来就是想告诉父亲不要再担心我，然后父亲在底下哭说，其实那个阿姨有一阵子了，我想等你高考完再说，我怕影响你考试的心情，但你今天说了，我真的很开心，这周末我们就可以一起聚餐。然后2个人就接下去又抱头痛哭，就是一个距离突然一下缓解。那么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就是表达的涟漪，就每一句话在公众的平台上能激发的其他生命当中所泛起来的那些波纹，是超出我们想象的。他当时下台的时候，他给我送了一幅画，铅笔画了一幅我的那个肖像。我说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礼物，我会把它一直放在我的书柜里。我说你今年高2，你有机会考武汉大学，你到武大来读书。哇，这好！2年之后的9月份，真的来了。他在我们的新生研讨会的课堂上，最后来的时候，他说：“张老师，你还记得我吗？”他要拍张照，他考到了武汉大学艺术学系，戏剧影视文学专业，戏文专业。他真的考到武大来，而且这一次我看到他，我又给他加了一句，我说我真的没想到你就真考到武大了。女孩姓廖，我现在都记得。我说你加油进辩论队。又过了1年，他就进到他们院的辩论队了，他要来问辩题，不是剧本，这也不是小说，这是真实的生活。就是有时候你真的很无心，你说一句话、一个观点、一个例子，但你永远无法想象，在整个漫长传播的过程当中，会真实的改变多少人的生命。所以你刚才说到那个行动加改变的时候，一下就想到。小明哥呢？我其实演过挺多戏的，从陈东青这个中国合伙人，包括《烈火英雄》，《烈火英雄》讲的就是我们当下的很多的真正的消防员，我们都是改编自真实的事情。是的。
我们作为一个演员，有责任把一个真实的人生还原到屏幕上，把一些真实的榜样放到屏幕上，让大家永远记住这些人，包括你刚才说的志愿军。我在里边演的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啊，第38军134师师长姜潮。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真正演员的最终的结果，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而是为了把我们真实生活中的这些优秀的人物提炼到屏幕上，然后让大家在观影的过程中记住这些真正的为我们国家付出和做出贡献的人们。所以我觉得那一刻，我认为我好爱演员这个职业。所以作为公众人物，一定要规范自己的行为，然后也要去多塑造一些正面能量的一些这样的角色，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哪一个东西就会对后辈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去学习和努力的。对了，好有意义啊！分享了很多我们在职业当中那些印象深刻的瞬间，但接下来要面临到鹏鹏今天一个印象最为深刻的瞬间是什么呢？哎呦，喝水。咽下去了。接下来要一起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要点亮本季的第3站充能之路。我们把这个机会给到鹏鹏吧，鹏鹏。彭老师点灯。鹏鹏问了我们很多次，问那个按钮在哪里。今天留下你的指纹了。彭老师今天身材比例非常完美，哇，非常适合点灯。彭老师今天腿有1.1米，来，右边有一个黄色小按钮。我们接下来，那要恭喜我们今天加油团在鹏鹏的大力帮助下推理成功。接下来，下面要一起进入趣多多职场充能时刻，点亮本季的第3站充能之路。3、2、1，呜呼！鹏鹏！这次的团队作战，我们全军获胜，因为我们也是全票通过，然后他们8位都将本站的本课题的 KPI 收入囊中，当然有人多有人少，但是每个人都有 KPI 进账。代教律师将带着我们的实习生们一起庆祝，他们将享受在维多利亚港的浪漫晚餐，一起来看。哇哦，好漂亮！对呀，好漂亮。对。哇，这待遇也太好了吧！哎，其实外面露天还可以，因为它有这个海风，还行，不是很热。律师请客啊？洛律吗？应该是。洛律是东道主。来吧，那我们这样，我们举起果汁，一起欢庆一下今天这个美好的一天。也感谢那个洛少安排的这么好的地方啊，必须，这个也是辛苦了我们这么多实习生，这个希望大家能够享受我们这次香港之旅啊。哎呀，舒服。小杨，把你的盘子。刘律，你这样合适吗？我觉得合适。那下次多给我点 KPI。好。不要浪费。It's a nice bargain。来，再来一块，这块小一点。不老公 ，KPI 够了，KPI 够了。刘律好可爱哦。刘律生活中超级小女人。Kimberly， 你还不加我微信？啊，你没加我，我不敢加你。其实我很想约你去逛街，一起去迪士尼。但是那个思远，我也是主动加的 Kimberly。啊，他也没加你，对，他也没加我。那我平衡了。啊，对。他连代教律师都没加呢。Kim 自己的代教律师都没加。九爷他加你了吗？没有。Kimberly 没有。我们主动点又怎么了？是啊，主动点又怎么了？哦，我回去马上加。所有人里最早有 Kim 微信的是小明哥，谁能想到？是第一天的时候，小明哥就搜到了，我的天！前面的还有一个，查一下。我的天，我们。我真应该加一下，问他一下结果是什么。真的，每一期我们就不知道了吗？可惜没有。没有，你名字都起的，他一看就觉得肯定是骗子，叫黄晓明，原名。
我其实还想蛮想聊一下大家各自的校园的，其实我自己还是蛮感兴趣的，就因为我其实当时在这个复旦也待过，然后后来又选择来港大，然后其实我自己还是对于港大这个校园，然后给到我的很多东西是让我，至少我觉得自己终生很受用的。我当时进来的时候的话，它第一个就是叫 orientation， 但它 orientation 的话特别 harsh， 它是10几天里面的话，就是每天它会给你各种各样的任务，给你施加很大很大的压力，看你的边界点在哪里。因为他们就讲，你将来大学的时候，你其实是会面对很多压力的，包括你将来到了社会上的时候，也会面临很多很多的压力。那他们就希望在你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就给你制造这种极端的压力，让你学会如何去 deal with 这些 pressure。有点像我们这次实习。我刚刚没好意思说。我刚刚也是这么想的。没好意思说。这个是我自己觉得，可能我以前的这些教育经历里面没有给到我的一些冲击和一些新的一些思考。我们玩个游戏啊，这个项目很简单，你可以任意指向任何一个同学或者代教律师都可以提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被提问的需要有义务或者说有责任，真心的回答，是不是真心大家自己评判。是，哇哦，就这么简单的规则，真心话。有人提反对意见吗？谁敢提反对意见啊？我可不可以不说话？到时候大家说可以吗？不是，你要不说话，待会儿我回头就得跟你单聊了。这个时候。没有，不用那么有压力，我们都是随意的，很开心的事情。那我先问吧，凯子，你跟谁的关系最好？目前我跟明浩、跟文婷合作过，然后跟雅琪也合作过。最好。那，哎呦，这个期待的小眼神，跟文婷。胡明浩用很期望的眼神，然后这样望着，然后谁知道他直接在手往那边去，错付了。那跟文婷因为有单独的就2个人的项目有合作过，可能交流更多。那你们还舍友呢？平时？没事，我都可以的，我都可以。我感受到了一丝的酸楚。终究是错付了呀。这个问题太难了。黄凯，给你再一次机会的话，你会选择怎么说？我重问一遍，你跟谁关系最好？跟明浩最好。你满意吗？好，满意了。这满意个啥？真是的。难得这么放松啊，大家。对啊。有人要向肖阳提问的吗？我来问一个吧。好。你谈过几个女朋友？你谈过几个女朋友？我爱听这个话。这画风不太对，这画风不太对。汪雨桐，看好你。汪雨桐，我们律师就是要问问题就要直奔主题，问本质，别跟我来忽悠别的，就直截了当。好，一个。没了。没了。汪雨桐擦了擦眼睛，不是，不是，然后肖阳望着汪雨桐，我以为我们是朋友，眼泪熄灭了，好吓人，脸红了，脸红了，雨桐真的脸红了。我很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知当问不该，有一点点害怕问出来，那就别问了。但是我还是想问。就是，首先我觉得我第一次跟老师们见面的时候，面试，我觉得自己表现得非常差哈，就是老师可能会觉得我有点无可救药的感觉。像我这种干了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可能在法律专业这方面还不够特别的那个。然后我想问一下老师们，就是，有什么建议？有一部电影叫《永不妥协》。我看，你很像里面的女主角。哦，哇，那其实是一个女性成长史嘛。
而且他不是一个学法学的、有法律功底的，但是呢，他慢慢随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成长，他对当事人的利益是感同身受的，真心去解决当事人的问题，然后呢，也非常接地气，善于发现细节，去找证据。其实你从这几次你的课题考核来看，我觉得你跟女主角越来越像，在我心目中，所以我也希望你会有她那样的成功。我会加油。我好喜欢刘律啊！感同身受的共情，精准。枪枪实环，雅琪加油！那我说两句啊，准备好了吗？有点紧张。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你之前做了所谓的那是所谓你自己所谓的乱七八糟的事儿，我觉得这是你的财富啊。人不轻狂枉少年，你在少年的时候，在青年的时候做一些自己想去做的事情，那太正常了，太美好了。循规蹈矩的职业生涯，并没有太多记忆点的，就是因为这些，你跟别人做的不一样的路，走的不一样的道路，才会让你真正的铭刻于心。然后你又能很快的回来，这更加棒了。知道你自己最终知道自己要什么，对不对？我就这两点。谢谢。没错的。谢谢陈律。陈律的孩子好幸福，太幸福了。好爸爸。下一位，我问刘律吧。你要问我什么？我替在场的女生问你一个问题，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在律师这个职业发展过程当中，你遇到最大的障碍是什么？然后你又是怎么克服的？我是30岁的时候做的合伙人，然后又是做政府调查应对的，就这种 case 的项目，它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仅是对律师，其实对当事人也是。可能因为一个政府调查就会有破产的情况，所以当你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第一个质疑的是你的性别，第二个质疑的是你的年龄。就是他看到的是一个小姑娘在他面前，他怎么敢把这么大的一个 case 交给你来办？所以这可能是要面临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我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我不去正面回应他说你要相信我呀，或者怎么样，不，我就直接开始跟他聊他的 case。10分钟之后，我就知道这个客户有没有拿下来。燃起来了，感觉是的。我毕业的时候，清华有一个教刑法的老师叫劳东燕，是位女性。老师把我喊到办公室来，当时我们有聊天，是我毕业前最后一次聊天。老师跟我说思源，你知道吗？就是在同样一个 level 上，你需要比同级的男性优秀很多，你才能得到同样的机会。哦，好感动。胡明浩问过我一个问题，他说如果做律师没有案源怎么办？然后言语也问过我说有一些 social 的场合需要怎么办？所以我能跟大家说的是，我自己是一个4线城市过来的，我父母在北京也不认识人，所以所有的一切都是靠你自己专业能力打下来的，你是靠自己卖命卖出来的，不容易哦。做律师确实不容易啊，尤其更加是做女律师更不容易。我是刘思远，我主要的业务领域是争议解决和合规，细分领域是证券合规和证券诉讼。面试的时候，你们的专业题基本都是我出的。我先来说一下啊，你这个报告最大的问题是它就不是一份报告，就整个的东西从基本的形式上来说就不行。如果要给你提意见的话，可能要从最基本功开始教你。你已经对我们定义的已经是汉室了吗？我觉得我还蛮温柔的。第8章也是 A。你们找这2个点不错啊。
但是这2个点想要论证下去，能不能走下去，你们要是论证清楚的，不能给客户太乐观的估计。X 先生为了公司整个的发展，为了推动中国民营火箭的进步，把他自己全部的身家都投了进去。其实现在局面也是我们非常不希望预见到的。我是完全偏向这边的，我不管今天香港丢不丢脸，跟我有1毛钱的关系吗？给所有我们在场的优秀的女律师们，加油加油！是，思源你做到了。思源你做到了，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些实习生们也都能够做到。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除了自己以外啊，这个问题可以包括自己，就是你们觉得谁是这里面你觉得最有可能拿到 offer 的？从言语开始，言语说那一定是我了。没有，经过跟大家多次交手之后，逐渐心态开始虚了起来。然后我觉得，我觉得是肖阳。其实，虽然说我第一次就是没有机会跟他合作，但是后来就是听他的一些表达，然后包括就是这一次短短跟他1个下午的合作，我真的都觉得他非常厉害，然后有很多碾压我的一些观点。当然不是说没有说跟胡明昊的合作，胡明昊不好的意思。这个明昊，人家胡明昊本来没想到这个事情，然后这样一下子，你特地 Q 他，然后这样就。没事，我都可以的。什么叫你都可以的？我回山东了，我。因为有2个，如果一个给肖阳，另一个一定就给你。对。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其实我的想法刚好是最真诚的回答，我觉得是言语。对，其实如果你不 Q 我的话，我也是这么说。我从一开始就是大家都非常好奇这个新来的实习生到底是怎样的时候，我就能够感受到你身上的就是真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大的一种气场。至少从我的方面来说，我觉得这种特质真的是需要一定时间的锻炼，然后再在自己的修炼才会有培养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气场。虽然大家也都非常非常优秀，但是我觉得如果一定是只有2个的话，我相信其中之一定是言语。谢谢。我支持我学姐言语，就是我觉得她的专业水平和性格特征以及实务经验都很符合一个起步的律师的一个特征了，所以我觉得她能拿到这个 offer。请你谈一下拿到 offer 以后的感受吧。OK， 下一个，凯子。我觉得其中之一肯定是明昊。从这几次课题来说，课题1就是明昊和肖阳他们2个人，就明昊作为表现最优秀的1/2，然后第2个课题，明昊又带领我们另外3位组员一起在辩论中胜利了，然后第3个课题，第三个课题被王毅瞧不起了，说不下去了。第4个课题的话就是第5个课题吧。我觉得就这几场下来，他表现都很优秀。就综合来说，这前半段的过程来说，他已经值得一个 offer 了。谢谢。好，胡明昊，我觉得我会想选黄凯，不是因为他刚刚说了我，因为我跟他就是我其实能每天观察到他每天下班以后回宿舍在自己努力的那个状态，
而且他是确实特别细心，比如说他在那个刑辩的案子里，他提出你的检测方法有问题，然后在那个魔法里面，他也是第一个提出来这个赌博网页它是假的，它并不是一个真的赌博，然后这是我们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我相信他以后一定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律师，因为一个人现在我可以不懂一个知识，但是我就是可以有我不会的，但是不可能有我不能会的。我觉得就是以凯子的这个精神吧。也是一个法律能力很强的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里面，我每天看着他慢慢的进步，老师们给他的鼓励，他都有在他的进步里面反映出来。我觉得要是我们能给他这么一个肯定，给他一个 offer 的话，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律师。对，我都看到凯子眼中的这个泪花了，这样子的，很感动。那我问黄凯，我问你现在对于法律的这个坚定程度到多少？80%。你现在是80%，你在开始我们这个实习计划之前是多少？实习计划之前做律师吗？对，是0%。哇！他的这个0%让洛律特别感动。这个问题出现之前，我没有想过会有人投我。因为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对自己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我知道自己的专业能力不是说在这8位里面是很靠前。然后就是我也没想到明浩会选我，因为我知道自己有缺陷有不足，就有一些同学你可以看出他们就是在各方面都是优于你。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向大家进步学习和进步，在这个就来到这边实习这1个月，我就会收获很大。我也没想到自己说最后会能不能拿到这个 offer， 我只希望自己在这每一个课题下来，就是哪怕有一个课题我自己做完之后，我觉得我没有遗憾，我做得很满意了，就是我自己都会很满意。后面慢慢加油。我们整个实习还有很多的课题，不管刚才讲的谁最值得或者最有可能得到最后一个 offer， 在座的每一位都依然还有很大的机会获得我们最后的 offer， 因为后续的课题都还有很多的 KPI， 所以希望我们每一位实习生在我们后续的课题里面都能够倾尽全力，获得你们最大的成长和收获，好吧？好，那我们今天晚上就再一起举杯一下，然后接下来就大家早点回去休息。好。像个小天使一样。你的洛律是吗？对对。哎呀，这没有课题的夜晚是多美好的夜晚啊！是，这是唯一一个没有课题的夜晚吧？哪个晚上不是熬夜通宵，第二天赶时间卡这个 deadline？ 现在啊，这么轻松写意。他们最后开展了一轮就是互投，其实我有点没想到这个时候怎么投，其实还蛮奇妙的。胡明浩和黄凯，或者说在黄凯身上已经聚集了那么多票，Kim 还有胡明浩，对，都把自己的毫无争议的给到了黄凯。但我发现胡明浩刚才提到黄凯的这个点，根本不是在说他有多拼有多努力，不是这些动情的感性的原因的，是的，他说的是他的优秀，他说的是他在过去每一个环节当中，他做到了常人之所没有做到的地方。是的。这个非常打动我，他是基于一种公平的、公正的对他实力的认可。各位看到，就大家对黄凯这么认可的时候，那种被坚定的认可的那种时刻，大家什么感受？我其实也有
我觉得是我艺考当时出成绩的时候，但是我觉得我被认可的那个瞬间，不是在出成绩的那天，其实是在我当天结束我所有的艺考的那个晚上，我和我的艺考老师吃了一次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两个其实都还挺开心的，然后在笑。然后回去之后呢，我又给他打了个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反正就在聊这半年都干了些什么事儿，然后就说，哎呀，就是好快啊，然后就终于结束这些了。说着说着，我说好吧，那就挂了吧。我挂了之后呢，要挂之前，我就听他那边声音有点不对，哽咽。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他哭了的感觉。我当时其实只是很开心的在聊天，我没有想过我可能会落泪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就觉得他那边好像声音有点不太对，然后挂了之后呢，又给我发了几条语音。对，那一瞬间我就被触动了，就是我突然觉得那半年特别的不容易，考了很多的试，然后他一直陪着我，而且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当时我找他，我们聊我想考播音主持这个专业的时候，我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觉得我考不上。他回我的第一句话是，你应该没问题，咱们可以先试试看，我觉得你是没有问题的。那一瞬间我就是一下子。我就觉得说，那我一定要坚持把这个事情给做下去。那一瞬间我是觉得特别有触动的，然后当时我就哭了很久，哭也不是因为那个就是伤心，那次是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什么叫做为喜悦而哭泣。我刚听他讲也是特别感动，我就在想，哎呀，谁对自己的一个认可是那一瞬间特别感动的呢？想来想去，我觉得其实最感动的，我觉得是我妈。从小到大吧，学跳舞啊，然后来北京考舞蹈学院啊，考电影学啊，演戏，她都会一直是那种，你肯定能行，你肯定能考上。哇，你这个剧本接得好，你这个戏肯定能演好。就我会觉得，天哪，你哪来那么多的自信对我？但是我会觉得特别感谢。是的，特别感谢自己的妈妈。是我小时候也是，我上戏那时候有个节目嘛，就找我们去帮忙，去录那种情景剧。然后呢，我那年跟我妈说，我说妈，我今年过年可能不回来了。我说这边我第一次接到一个这样的工作，那时候上大二上学期吧，应该是。然后那几天就自己掏钱打车去啊什么的。最后临了，说那个你演的不好，我们换人了。然后他们说那个打车费给你报了，我说不用，我说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说不怪你们。然后我就自己打了一个出租，开回到学校我就没上宿舍，我就在楼下打电话，我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今年可能还得回去了，我那个没选上，因为有问题。天哪！我妈说就没事儿，当然没事儿，回来吧，过年反正肯定要团聚嘛。就是这样，你人生多大的事儿，在妈那儿都不是事儿，你只要回来，你还是儿子还是儿子，是女儿还是女儿，还是一家人。你这太催泪了，妈呀！不是我催泪啊，姐，是你先说的。也对，我可能都忘了，我都真的都忘了。我刚刚你们一说，好像这段失去的记忆又回来了。是这样，那失去的记忆只是埋藏得很深的地方，那是最宝贵的地方，那是放亲情的地方。就是人小的时候啊，他会去追求一种至亲以外的人的肯定。对，你懂吗？小的时候就爸妈说你好，我不要，我要老师，我要至亲以外的人去认可我。长到很大的时候，你会发现，最后你又回来了，你其实只在意你的至亲认不认可你，然后你就觉得剩下那些人认不认可又不重要了。所以说他刚刚在讲的点就是很打动人。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我们本期的最后一段 VCR，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实习生要面临的接下来的以课题6的发布，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来，具体内容一起来看。休庭，休息一下，加油啊！来2厘顺慢，真的有备，护手到。你们还要辩论多久啊？我们根本停不下来。美味持久，酷爽。
香港，哇哦！Hello， 落地，哎呀，欢迎，落地，欢迎大家来我们香港办公室。来，请坐。我们实习生坐两边，随便坐。我们昨天在这个访问香港律师会的时候，都讲到香港的这个 solicitor 里面的话呢，这个以女性律师为主。这个下面的这一个课题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这个女实习生们的话会更加感兴趣一些。哦，为什么？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揭晓我们这次的第6个课题。医学美容跨境投资。医美，哇哦！是我们今天的客户，是香港最大的非医院私立医疗保险集团。那么目前的话呢，他打算收购一家香港的公司为。那这家公司的话呢，主要是有几家海外医学美容设备公司的这样子的一个经销权。那么客户想要知道，如果他收购了这一家标的公司之后，在合同上面有没有权利去内地和使用以及销售这些海外的医疗美容设备。收购这家公司的话呢，客户还是想要做一下尽调。同时的话呢，他也希望通过特许经营的方式到内地去运营一个新的子品牌。客户也希望了解他在内地运营他的这样子的一个新的子品牌本身有哪些法律监管上面他需要去注意的事项。在内地开展了他的整个的这个子品牌运营之后的话呢，其实也会收集到大量的内地客户的个人信息。它存储在香港的数据中心的话，是不是有任何合规方面的风险？那么明天的话呢，还安排了客户呢是带领我们所有的实习生到他们在香港的旗舰店了解一下我们客户在香港的这些主要的业务运营。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大家可以更好的了解一下客户本次委聘的一个诉求。在29号的上午10点的话呢，那么我们会需要将各位最终的成果向我们的客户呢做出一个汇报。2天，好赶啊！这次我们将进行团队战，4对4。哦，眼神像雷达一样，把对面所有的人扫了一遍。刚刚 Kim 获胜的人呢是会获得20点的 KPI，20个 KPI。哇，很高哎。那么由于我们上一期模拟法庭，我们的胡明浩和朱卓颖的话呢表现都非常的亮眼和出色，所以呢这次的队长将会是由胡明浩和朱卓颖来担任。拆开了吧，他们俩只有一个人能拿到这个20分了。那么最终如何选出队友呢？那么我这里的话呢有2个信封，又是信封，文婷，抽签恐惧症。看到许文婷又已经把头给低下了，艰难的时刻。但是艰难的不在你，而在我们的2位队长。哦，他们是要面临这个难题的。What？ 在这2个信封里面的话呢，分别写了先和后。选到先的那一位的话呢，将进行先选队员，每次选1位，依次进行，直至呢我们每一队4位成员，然后全部都确定。我觉得胡明浩会选黄凯，第一个就选吧。胡明浩会选王毅、言语。哦，
Kimberly 来选还是胡明昊来选？你抽。你先抽吧。我抽。好。哈。啊。那 Kimberly， 你会先来选择谁？我选张雅琪。哦。哎。那胡明昊选王一言语。王一言语。你看，我就说吧，太了解他了。可能胡明昊对这个课题会比较陌生，你协助他。王言语对这个课题应该是还蛮熟悉的。熟悉。对。那第2轮的话，许文婷。许文婷。要真的全是女生。黄凯。哇，俊林果然还是选了黄凯。那么我们最后还有2位。哦，哎呦，肖阳还没有。肖阳心里打着鼓呢，但肖阳现在的 KPI 确实也不在前列。汪雨桐。汪雨桐。全女生阵容 ，Girls help girls。那肖阳就回到了我们胡明昊组。那我们就尽快开始课题，时间紧迫。肖阳还是有一点点失落的感觉。对，因为没有被先选。对，都不是没有被先选，他是最后一个。God。我们还多准备了一间会议室，然后都在边上，所以说的话呢，我们2组同学可以各自用一个会议室，然后推进后续的一个工作。咱去小会吧。哇，这件事情还不能刺激到你吗？肖阳，燃烧起来了。你们之前做过尽调吗？没有。但是不是说正常的实习生做的最多的就是尽调吗？你们之前我没实习过，问题是。我也没实习过。我的天。好。王毅懵了。尽调的话，我们需要做哪些？尽调，我觉得我们先讲一下这个 case 我们要解决哪些问题。咱们现在客户这边的目标是在内地公司使用和 distribute， 然后所以相当于我们有3个重点，一个是大陆法律，还有一个是使用，第3个是分销。关于并购的结构这一块，其实我们可以买公司股权，也可以单独买它的这个权利，不用买公司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设备啊、公司的场地啊这些，还有人员，是不是可以不用买？然后看他们愿不愿意接受，这样可以帮客户省一些成本。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如果转让了在中国内地，这个权利是不是被认可？比如说我可能拿了一个美国的医疗器械的一个东西，但是可能不符合中国内地相关领域的标准。所以关键是得确认咱们的这批到底是定位成什么。如果是美容仪器的话，可能监管力度较低，法律风险较低；但是如果是医疗器械的话，可能这个门槛就高一些。是的，是的，漂亮。对，我觉得我补充就是代理权的本身的效力、代理的范围、代理的期限，然后代理的限制之类的。对，代理的期限。关于数据合规这里，我们这边应该主要是个人信息，然后看一下数据的来源、存储。就它在香港这边，它是收集客户的信息是合法的，但是在内地不知道它是通过什么途径收集的。我觉得可能得了解一下关于他说的信息存储中心到底是个怎样的机构。但这个是不是要从客户那里了解？可能明天早上就是要跟客户这边去问的东西。然后再多查一查再对。关注重点法律问题。
是你们都知道，就是尽职调查大概是怎么做吗？知道一点，但不多。知道一点。等一下哈，加油加油！朋友们，我们要加油，我们一定要加油。我们可以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自己。虽然对面很强，但是我们就把自己好好的分析好了就行了。对面很强，我们可以的。你要冷静一点。真的，这是我想说的。我很冷静，我很冷静。我都选全部的女生，我觉得你们可以的。Kimberly 选择雅琪，是因为觉得是不是雅琪对于这一块会比较有经验了解？对。那你看到没有 ，Kimberly 她选的4个全是女生。是的。她第2个就选了那个文婷。对，文婷。最后一个，她是在肖阳和雨桐之间，她选了雨桐。对。她是不是觉得这个医美这个课题适合女生去做？有这个可能性。对。对，然后你们大概有没有注意到，肖阳是最后其实没有人选的那一个？对，是的，是的。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失落，然后也有一点意外。一点吧，非常吧。我很理解胡明昊选择的逻辑。我第一个，胡明昊从他的视角来说，他肯定先把言语抢到。因为从经验的角度来看，言语做这个课题是最有经验的。从内部合作来看，第3个课题，他们俩在有内部竞争的情况下合作的都很好，所以他从他的视角肯定第一个抢到言语。然后抢完言语之后，剩下来我觉得，哪怕后面还有很多轮的话，他也会在黄凯之后选肖阳，只不过把黄凯先带着，是因为他们私交比较好。胡明昊还是感觉很讲义气，有那种团队大哥的这种感觉。对，就带着黄凯。其实肖阳虽然面上看到是胡明昊被动选的，那只是因为轮次的安排嘛。就说白了，如果让胡明昊先手直接选4个的话，他也会把可能也是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对，他也会选现在的这个配置。刘玉还是很了解的。我觉得这个项目其实我得鼓励文婷，感觉他们这个团队可能会相对弱一点，至少目前我们看起来可能是一个相对弱势的一个分组。其实我觉得这个分组看上去并不弱。言语我仍然是认为他是最有经验的，但是我不觉得胡明昊、黄凯和肖阳在一个医美行业的尽职调查当中能有多大的优势。没有碰过尽调的，然后也不了解医美的。因为其实我自己感觉其实胡明昊他是一个现场的一个反应、逻辑分析，然后肖阳的话呢，他是对于这些学术问题的钻研。其实他们的这些 skill sets 在这一个课题上面优势反而并不是特别的突出。然后其次，因为我们这个课题的话，本身它是要求比较细致，然后的话呢，可能考虑的问题是比较要是逻辑清晰。其实女生做这个课题，可能那种缜密，然后包括再加上行业上面，她们可能也天然的会更加了解一些，也未必。其实聊一下之后的话，感觉她们也未必会弱。对，我这个课题我还蛮期待 Girls Power 的。咱先去54层。哎 ，Hello， 你好。我们是那个金天工程律师事务所，约好今天来参观一下。因为呢，负责的高层现在在开会，那所以暂时呢会由我先带各位参观一下。我们集团呢在54楼会主力针对做一些轻医美针剂、高能量注射类的疗程。那现在大家身处的大堂呢，就是我们平常客户的等候区，那可以看到环境非常好。
前呢，这边有不同的房间，这个房间呢，就是我们平常医生做咨询的房间，基本上聘用的都是全职的医生。那这边有一个拍照的房间，其实客户呢在做任何的疗程之前，我们都会做一个拍照的记录，除了可以更好的跟进客户的疗程进度之外，也可以保障客户的一些风险。几个男生都听懵了，这是。接下来我就带各位去了解我们这边独有的方案吧。他是 Fion， 是我们今天负责介绍产品细节的一个资深的顾问，请进。好，你好。哎，你们好。今天呢，会为大家介绍我们仪器。做这一台仪器最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第一，增生胶原；第二，紧致提拉。有没有我们这边的实习生想要亲身试一试？想要试一试。好，那就我想体验一下。可以啊，太可爱了。不过我们是希望，就是我们可以模拟一下，他是从网上看到你们广告，第一次来，就是走一个客户流程，是不是？对，走一个客户可以啊，没关系。请坐。谢谢。好，怎么称呼您？我姓黄。黄先生，您好，这里呢是我们的一个新客户登记表格，你可以细心看一下。我们这边有10条健康申报的问题，因为我们有时候有某一些仪器做完以后，我们要配药，那某一些药我们要先知道您的身体状况。我看完了，都没有。会员登记已经完成了，那我们下一步呢，就是要先去拍个照。那我们拍照呢，就是会保留你的前后照，跟您的个人隐私一样，只有医生能看到。还有医生要看之前呢，您的授权以下，我们才能做到这个事情哦。好，我们这边请。好，这里就是我们的拍照房间，请坐。稍等一下，我们就是要相关同事。我觉得这个好适合凯哥呀。黄凯多羞涩啊，就戴这个帽子。往前看就好。我们拍照都是用手机记录，对吗？是的，因为我们这边都可以直接到公司的网上去。好的，头套可以摘掉了。这边请吧。谢谢。不客气。他在想数据搜集、数据安全的问题。我们可以到诊间里面。我感觉可能会有点疼啊。对，但是敷了麻醉药膏，它还好。还有点害怕。我听说非常非常疼。我会发出杀猪般的叫声。麻醉药膏呢，你敷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冰冰冷冷的感觉，正常的。过程中那个剂量从小开始是吗？如果你是一个医美小白的话，我们就先从小开始吧。紧张吗？有点。他可是医科生哦，本科可是医学，躺在这里各种药膏什么的，咱不说信手拈来吧，也是他应该很清楚，会有造诣。关于这个，刚刚咱们拍照面部授权这一块，我有个小问题，就是授权大概的范围是什么样的？比如说客户想说，我想要我的前后照。我们有时候医生会有一个叫做医疗记录，每一位客户不一样，那在每一位客户做完以后，就是做一个记录在那个照片的下面，就只是医生看到，还有你的还是要你的主诊医生。基本上我们公司不会发布客户的图片的，所以就还是这些数据都存在咱们公司自己的系统里。对对对，放心。那我们就接下来准备下去见 Lover 吧。好，那请坐。我去邀请老板过来，谢谢。一会儿再见。明天要去谁去见客户？有人可以留在这边做法律检索。那我留在这做法律检索好，可以，我可以去。那你俩去吧。可以，可以。你好 ，Hello， 你好。谢谢你们到来啊！今天就是请你们2位来给我们一些法律意见。第一呢，就是我们想去内地发展，想透过加盟的方式找一些好的落地搭档。那第二呢，就是我们最近会收购一家仪器的代理公司。因为其实这个课题和模拟法庭不一样，我觉得还是有比较大的区别的。第一个还是从跨境投资，
的一个角度而言的话呢，其实有一些它是会有相对比较明确的一个答案的，比如说是数据合规啊，包括有一些合同条款下面权利的规定，但是有一些其实是开放性的，包括其实刚才提到公司希望他们对于未来在内地的业务运作、法律风险点的这些提示，那些开放性的问题的话，其实就是对于他们整体的一个法律功底的一个扎实程度，对于客户需求的这样子的一个理解，他们是否能够考虑到第一个，对于上游跨境收购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的政策？想问一下，您为什么去选择了这一家上游的公司呢？因为它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分销网络，它可以在不同地区拿到很好的仪器的代理权。现在的话，对于维公司有什么担心？就是隐藏债务啊，它现在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啊？有没有违约啊？在香港有没有诉讼？您是了解到它是具有在内地怎样的资质？它有一些很好的仪器在外国，这个仪器注册了，在香港可以用，但是我知道内地是不一样，所以我也要拜托你们这个团队帮我们调研一下内地对于仪器注册制度是怎么样。第二，国内收购医美行业的监管法律和数据合规政策。其实，在内地，您不仅仅只是想要去使用这些设备，您也是想要去销售这些设备的。没错了，然后对于整个市场来讲也会好好多，因为他们有最好的设备。刚刚体验过的可以。加盟是指说在内地寻找一个机构让他来加盟我们？也不一定。如果有一个机构，它本身有好多客户，有好多内地资源，我们当然欢迎。比方说他在上海有一个特许的经营权，就给他做。您其实希望在内地做的是一个特许经营。对，没错。想要问一下，您具体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模式？都可以，只是我们比较比较 flexible， 比较灵活一点，可以提供一些仪器的具体的型号，或者比如说它是在 FDA 被认证为。可以，这个 offline 我可以提供给你，你可以帮我们考察一下这些在内地有没有注册。以及其他法律法规风险的综合性判断和考量。这个商标权的保护，您主要是想要保护这个品牌，想要去收集一些内地客户的个人信息。这个个人信息，您是更倾向于去保存在香港的？您的客户数据的储存方式是怎样的？想要分销给其他分销商，还是说销售到一个终端？说您公司内部的一些董事会、股东会、投资委员会的批准，想要去做的一个医美服务的范围是什么？具体操作医美的那些技术，还是要靠内地加盟商自己来提供。有考虑要签一份竞业协议吗？在这个合同当中也比较看重的，需不需要考取一些资质呢？向于去选择医美作为您的收购设备清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品牌的这个过程中有遇到哪些问题？交易的一个具体的架构，一个非常宏观的。我会给他们提供一些技术支持。Hello，你回来了？对呀，你带的电脑啊，背这么长的时间不重吗？完全不会，惠普新 Book Pro 14主打的就是一个轻薄，特别适合随身携带跑现场。你试试。是挺轻的，对，但想到出门还要带电源就很头疼。没事儿，ThinkBook Pro 14的续航能力也很靠谱，基本上能够满足全天的使用需求。我一般出门都不带电源呢。这么高的性能可以用这么久啊？对啊，你看，因为它不仅有高能效的 AMD R7处理器，还可以自由的切换使用模式。外出的时候可以打开省电模式，摆脱用电焦虑。遇到特殊情况再打开性能模式，就可以高效处理工作啦。我想起来了，它的屏幕还支持可变刷新率，续航能力还能更上一层楼。对呀，那我们继续讨论吧。好啊。我的天，我就是真的，我录一个节目，感觉在各个不同的课堂里来回穿梭的感觉。之前有英语课法律课、法系的课，突然一下就到了一个跟经济活动相关，是的，企业经营相关，就脑袋切换速度一定要快。然后现在这是一个香港的公司，想要在内地开发它的业务发展，要开美容院，大致这么理解，要使用仪器，要分销仪器，或者还有加盟商进行下级的、下游的这些各种的可能各种灵活的方式来加入这个线。尽调，我们刚才好像俊林也在问，对实习生来讲好像也是一个很难的词。小何老师，对，而且尽调报告这个工作很多时候是实习生去做，是因为他真的很多基础的工作可能是会耗时耗力，很多时候会被我们戏称为一些 dirty work。就是脏活累活、体力活，因为比如说你要看这个公司到底有多少的知识产权，可能有几百项，那你就得他问要这个证书，你一项一项拿过来，然后再跟网上的去比对，
你再跟所有的地方去比对。你做过吗？做过，都是做过来的。你做哪个行业的？我做过汽车行业的、半导体行业的，然后做过那个就是一些什么控制集成类的。你看看跨度。我很佩服他们的是，你说如果让我做我曾经学习过的东西，我稍微擅长哪怕一点点的，我觉得我还能有兴趣浓度在。但他刚说什么半导体啊，什么火箭发射这些，哦，我听小何这么讲，我就是觉得又脑袋爆炸了。那你说，对于律师来讲，本身知识储备就那么大了。他对于新知识的吸取能力很快，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那这个环节，小何律师觉得主要考察他们哪些方面能力？我们刚才说有新知的吸取，还有呢？考察的我觉得还挺多的，比如说主要因为考察内容是2方面，一方面是他们客户不是说他们去内地发展嘛，那内地发展的这一条线的话，你就要熟悉一些内地的很多的法律法规，医疗器械能不能在内地用。它内地的数据合规的这些方面到底是什么样规定的？然后内地的这个品牌如果真的要发展的话，它要注册商标，你要把这条商业的线延展开来，这些法律的点你都要考虑到。还有一条线是收购这条线，就你要去海外把这个东西给拿过来，你到底怎么拿？刚刚那个言语他讲的一点其实挺好的，就收购其实有好几种方式，我可以买你的股权。我把你的公司变成我的子公司，那这样子你子公司所有的东西都是我的了，那就是收购了嘛。还有一种就是我直接买你里面我觉得有价值的那些东西，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去？要前提就是先要调查清楚它里面有价值的到底是什么，然后种种方面。OK， 小何律师这么一讲，我觉得他们接下来面临的挑战清晰了很多。那接下来是谁赢的问题？是我们看到这里现在分了2组。女生们一组，3个男孩加一个王毅。我本来会觉得，刚刚我跟纯叶私下悄话来着，本来我们俩会觉得女孩可能还挺了解医美这个行业，也许比男孩子更多接触啊什么的。后来我看黄凯往那一躺，做那个脖子下颌线的时候，我好像对他们这个组吧，又燃起了希望，不容小觑。肖阳还在旁边说：“我知道很疼。”对，然后他们俩还会去问那些细节，拍照啊，你的照片授权，我会觉得也许不会分是否男孩子对医美懂得多与少，也许他们会快速的了解，甚至他们也许本身也了解。我跟姐一样，我觉得这个胡明浩组，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赢的几率会大一些。我觉得肖阳他对这种理论知识的他的理解，然后还有就是胡明浩，我觉得他在那种应对突发情况他特别的冷静。然后对于黄凯来说的话，就是他不断学习的那种韧性。然后还有那个言语的话，他就是这种已经做过这方面的经验，我觉得这几个配合在一起的话，会让他们产生很好的化学反应。弟弟，我补充一点啊，就是我刚突然在想，越熟悉的时候，往往容易大意了，越有盲区。这3个男孩子也许越不熟悉这个，他们仨那个钻牛角尖，或者给你弄起来那些理论，能把这公司调查的底儿料。这个小何老师呢？我支持女生队。你支持女生队？我要听听看，为什么？因为我觉得那个言语，他明显是这8个人里面最有经验的，而且他是做过这个类似的项目的，所以很明显一开始他们其实是一个由言语主导，说需要哪些需要哪些需要哪些的一个状态。但是他这样子其实容易被自己的一个已有的框架束缚住。但是其实反观像雅琪，她其实很会钻那些细节。对。然后其实雨桐的话，她也非常的努力，很多时候她整理一些资料呀，我觉得法律的一些东西，她其实还是蛮擅长的，学术方面。那在这种情况下，4个女生然后一起齐心去做这件事情的话 ，Kimberly 她抓点也抓得很准。对，而且文婷的那个沟通跟客户沟通的方式也很舒适，也很舒服。对。而且他们一开始就已经在分工了，那他们在这种状态下，我觉得效率会很高。我也觉得，同意。就是女生组，我现在只担心一件事，她缺一个 leader， 缺一个主心骨。确实，我现在暂时没有看到，就谁能够有一个极强的捏合力，把大家所有的努力方向形成一个合力。但是这是他们身上个人的特质上的，我现在暂时没有看到。因为雅琪，我一直觉得她是一柄奇兵。是的，就是她这个兵器啊，不走寻常路，用得好直接伤敌一千，非常威猛。
那用的不好也容易自砍800，是有这种可能。但可能还行。雅琪说她自己做过一点，文婷说她也做过这个竞调，他们有这个感觉的话，我觉得跑很偏的概率比较小，但是稍微跑偏确实有可能。要么能不能形成合力？其实我心目当中那个关键点在 Kim 身上，他如果挺出来了，他就说大家接下来可能来听我安排哈，我是这样一个想法，你们来补充或者来反驳或者来延展等等，马上有一个骨架一个先立起来的话，这一对女孩形成的合力势不可当。但如果是刚才那种大家坐在4个电脑前，然后会有一个女孩说加油加油，然后就是你先别喊加油，不行要加油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我会害怕。不怕。那 King 是组长，他一定会起来当组长的。不怕 Kim 最大，真的你就这么看好他们？你要这么说，我都那什么，反正我们现在又不投票，好不好？我都期待下一期了，期待住了。到这里呢，我们也就期待着下一趴，就是他们要正式的跟客户进行汇报，然后看谁的最初的这个方案能够得到客户的青睐，继续往后推进。那所有相关的内容就会在我们下一期的开始跟大家见面。在这个医美跨境上市的案件当中，到底2组会表现如何？我们共同拭目以待。谢谢各位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我们今天的课题，诉讼可视化，它是一种逻辑性、体系性、表现力都非常强的一种说服方式。这个案子的 KPI 是40分，是以代教律师的2人小组为单位，2组之间 PK。这40分在每 PK 的2组之间不是平均分配，而是此消彼长。加油加油加油！好的，快去学习一下吧。我觉得我们组还是有优势的哈。我希望你们俩能包揽1、2名。我们得稍微快一点。现在就看谁能呈现好。对，现在就看呈现。咱们要不去会议室吧，找一个没有张雅琪的地方，对我律师好。小声一点，大范围挺大。就主打是哪一个？我没偷听。你们在干嘛？你们是打算平分这个40分20对20吗？来看看你们卷成什么样了已经。别想搞我心态，别想。他们展现出了主要的观点，但是第一个观点是错的。他们做的这个人物关系图，其实你要突出的是哪些？没有去做这个骨架的对比，在这一点上非常失分，因为这是这个案子最大的打点。准备收邮件了，完了，要发邮件了。发了。有人的 KPI 能够破100了。哇，这怎么像变了一个人啊？一口美味曲奇，工作状态满分。本节目由超好吃的趣多多曲奇独家冠名播出，实力高能进阶 ，offer 轻松到手。感谢惠普星 Book Pro 14锐龙版联合赞助播出。兰蔻谱写你未来线上学习平台，赋能女大学生职业发展。本节目由兰蔻赞助播出。美味持久在线 ，offer 随时开券。本节目由清爽根本停不下来的炫迈行业赞助播出。offer 令人心动，英诗派伴你逐梦。感谢凭实力智领先行的东风本田英诗派赞助播出。展露优雅真我，职场得心应手。本节目由时刻优雅的浪琴表赞助播出。想要在职场中突破年龄的刻板印象，必须要给自己树立能力的护城河，明确自己在工作环境里面的优势。可以是在本职工作上的能力专长，也可以是在上下游的协作中更能理解对方的需求。年龄不应该成为评价一个职场人能胜任工作的标准，更不应该成为人才筛选的门槛。在我们职场人的角度，也必须提早认清一个现实：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这个时代，人的能力积累一定会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的终身成长。只有我们持续学习，跟上行业的成长速度，才是抵消年龄不公的最好手段。在这一期综艺里呢，大家可以看到在职场里面真的有很多隐性的歧视，比如说地域歧视就是一种。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处理呢？给大家3个小妙招。第一个，我们绝对不要参与到地图炮的讨论之中去。第二件事情勤于向你的同事们展现一些你家乡的另类的视角，比如说呢，带一些比较有特色的小特产给到你的同事们，都是拉近关系的一种
种很好的方式。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让自己呢成为一个专业而靠谱的人，让我们事事有结果，事事有回音。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你的同事在无形之中已经改变了对你的认知和印象。所有的偏见呢，都来源于我们不了解，而所有的了解都会带来新的认知。面试时，女性求职者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一旦你的回答被面试官负面揣测，这次面试就凉了。愿天下所有的女性同胞可以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在我们追求梦想、向往自由的过程当中，无可避免的会遭遇到很多重的枷锁。从学生时代到步入职场，这种感受会越来越深。我记得是几年前的一个教育年度人物的颁奖典礼当中，主持人在采访环节问的问题不是关于教育的问题，而是那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是怎么平衡家庭跟事业的？其实枷锁虽然来自于他人，但任由他们锁住的话，我们往往会掉入自我怀疑的深渊，开始否定自己，慢慢就失去了眼里的光，失去了对未来的向往。上腾讯视频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节目讨论区，参与节目投票话题讨论，来 offer 信箱留个言，有机会得到专属回应哦。上微博参与令人心动的 offer 议题辩论，畅所欲言你的观点。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网易新闻、新浪新闻、界面新闻、智娱、成果娱乐、影视聚焦、环球在线、Do News、一点资讯、华语之声、天意视讯、WiFi 万能钥匙、中华万年历、知乎、丽丽城传媒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令人心动的 offer 第5季，每周2、周3 19点更新上下集，会员抢先看48小时，每周5中午12点加更版，每周6中午12点陪你看 offer， 会员专享更多精彩，周中还有独家采访、神秘直播随机掉落。